OK，聪哥赌50块钱，可以啊。好来，我们现在又准备去聪哥家了，然后我们这次要给他升级一个很牛逼的服务器，是今年的 AMD EPYC 的旗舰。然后我们这次选用的是 ASUS 的这个服务器，因为戴尔的这一代的服务器呢，目前还在 Lab 中，就是还没有真正的就是能到可销售这个阶段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次将用这个 ASUS 的这个主板，然后它这个是可以超频的。然后我们除此之外，我们这次还要再升级一个100G 的交换机，就是说我们要把3台服务器之间的这个链路打成100G。你们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个100G 是个什么概念？1秒钟你可以传12.5个 Gigabyte 的这个数据，就是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，现在最好的 PCIe Gen 5的这个硬盘，基本上也达不到这个12.5个 G 的速度。目前来说，我们是完全是一个 overkill。但是呢，我们为了将来我们有更快硬盘，或者说我们用硬盘组成了 RAID，再去放到这台机器上，我们还是能以最快的速度去访问这上面的数据。OK， 那我们这次这个服务器的升级就完成了。那我们这次主要升级呢，就是这个华硕的 RS720A， 用的是最新的一代 EPYC 的9654，它这个 CPU 是非常强悍的，然后是由2块96个核一起去工作去组成的一个服务器，上面有1.5个 T 的这个内存，1.5个 T， 没错，我没有在说硬盘。我在说内存。更牛逼的是，我们这次还升级了3台服务器之间的这个链路，现在3台服务器之间链路都升级到了100G 级别。什么叫100G 级别？就是说现在你传一个文件1秒钟12.5个 G， 你可以把硬盘插在任何的一台服务器上，然后你都可以以硬盘的最快的速度去访问到这台，也就是可以说我们现在这台 R740 上去做一些应用，然后 R7525 上去做一个大量储存，这上面储存你们猜有多少？有将近 0.5 个 PB，0.5 个 PB 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有500多个 terabyte 的 SSD 储存。你看你们电脑里有什么储存？再看看这台服务器上有什么储存。OK， 那这3台服务器到底是用来干什么呢？那这台 R7525 就是去年的这个 AMD 的这个旗舰机型呢，就是用来做储存，就上面我刚刚说有0.5个 PB 的储存的这个硬盘数据。然后这台 R740 是我们用来做对外服务的，就是原来是做网络，现在是做对外服务的。就比如说聪哥想做一些什么直播啊之类这些对外的一些服务。这台机器呢，等于说是有一部分的物理隔离的，就是等于说外面无法访问到我们真正的内网。这台今年刚刚装好的华硕 RS720A 呢，主要现在就在负责我们的网络，我们的所有的大量需要运算的一些数据。那有了这100G 的这个3个服务器之间的链路，我们能干些什么呢？就通过 VMware 我们的这个整套系统我们可以玩到很多好玩的事情。就比如说，我们把储存放在这个 R7525 上，那在我们这个RS720A 这上面需要去访问储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访问到这上面的每一个硬盘的上面的数据，而且是以这个硬盘最快能读取的速度去访问的。这就得力于我们这次升级的，把后面所有的这些网线，实际的网线全部拆掉，换成了每一个服务器后面都放了一个100G 的这个链路。然后这次我们还升级了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升级了这个华为的这个100G 交换机，这上面有6个 SFP28 的这个口子，就是说它能承载100G 的这个数据，然后还有48个10G 的口。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，那这个呢就是走到校长的这个电脑下面的这一根光纤。我们这次从网线升级到光纤，用光纤把这个网络带到校长的这个脚下，然后再把转成电分到各个的它的游戏主机上。然后这根线呢就是我们的网络进线，然后这2个呢就是到了我们的老机房，然后这个老机房它会负责把网络传到什么各种 AP 上，然后让整个家庭都有一些无线网络。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升级的这个100G 的模块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用的是蛙位的模块。
就是这个挖位的模块呢，就是比这个实际的你看它大了多少。在买这个交换机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应该会有一个网管，然后不用全部靠 console 去操作。结果我错了，我没有看这个说明书，就是所有东西都是要通过这根 console 线去给这个交换机去做，用命令行操作方式去给它操作的。这个花了我们好长时间才把这个整个 switch 给配置好。因为我们要配置它各种的这个安全机制啊，各种 VLAN， 这样子能做到内部和外部的隔离。另外一个我们这次升级的一点就是说，我们把整个软件系统升级了。我们这次上了就是 VMware 的这个 vCenter 系统，然后我们上 vCenter 系统就可以用到很多很高级的功能，比如说 vMotion。那什么是 vMotion 呢？就是说，当我们想把一个虚拟机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iCloud跑这个iCloud 软路由，从 RS720A移到这个 R752这台机器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通过一键操作，让它没有 downtime， 就是完全网络不断的情况下，从虚拟机从这台机器迁移到这台机器上，就是整个网络完全不断。就是我们可以在打 iPerf 的这个测试流量的时候，然后让它这整个网络没有任何波动。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牛逼的一点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 reliability 的 upgrade， 就是我们的可靠性 upgrade。就经过我们这次配置以后，我们甚至可以通过有一个叫 fault tolerance 的这个功能，那我们可以把 RS720A 这款机器直接拔掉，然后或者是直接给它断网断掉，然后这时候呢 R752会自动接上，基本上是没有 downtime， 就是跟我刚刚说的这个 vMotion 是差不多的，就是说你把它这个线直接剪断了，就像支付宝上面咔嚓剪断了这个线了以后，我们的这个网络还是会自动恢复。好，这次我们这个校长家的这个服务器开箱最牛逼的这个 Home Lab， 全球最牛逼的 Home Lab 的开箱就算结束了。那我们还会继续去更新下一次的这个upgrade 过程，因为我们是整个 Home Lab 会是在一个持续更新的过程。那我们下期见。第四代我觉得是个很牵强的说法 ，at least 这个很牵强的说法。就是你说换换那个网卡模式是吧？OK， 蹭哥赌50块钱。可以啊。来，我压能成，你是能成吧？我压我自己好吧。我们2比2吧，就2比2嘛。2比2啊，可以，我压不成。哎，所以如果不成的话，就最后就是说得换网卡。你现在是我已经就是做好这个准备了，准备下单了，对。咋了？好了吗？我们在虚拟机上看一下。刷新。收到回复。微信支付刚才收款。 USB 网卡，现在是换了，直接就通了，都不用看了。